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為什麼飯店裡面的豆腐三鮮湯這麼好喝呢？其實這裡面是有技巧的。今天有時間，我就把詳細的方法分享給大家。首先，準備一個西紅柿，在西紅柿的頂部打上14發刀。西紅柿的營養十分的豐富，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。全部處理成視頻中這樣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。接下來往碗中加入多一點的開水。這一步的目的是方便去除西紅柿的外皮。加入開水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塊豆腐。挑選豆腐的時候，我們最好是挑選這種嫩豆腐，因為嫩豆腐做出來的口感會更好一些。我們把豆腐切成薄片。三鮮湯加入一些豆腐，可以增加營養，同時還可以豐富口感。豆腐也不需要太多，一小塊就可以了。接着我們再把豆腐切成小條，我們也不需要切太小，因為今天的豆腐特別的鮮嫩，如果切太小的話，那樣很容易碎。全部切成視頻中這樣子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豆腐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接着往豆腐裡面加入1大勺的食鹽，然後再加入多一點的溫水。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豆腐裡面的豆腥味。用筷子稍微的翻動一下，使食鹽完全化開。這裡我們要輕輕的攪拌，不然的話豆腐很容易碎。充分的翻拌均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我們準備一個小碗，往碗中打入2個雞蛋。有條件的我們最好是挑選土雞蛋，因為土雞蛋的營養更加的豐富。用筷子充分的攪拌均匀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揉合在一起。大約攪拌2分鐘左右，攪拌成視頻中這樣的細膩狀就差不多了。接着我們準備一根火腿腸，去掉包裝，然後对半切開。接下來我們再來改下刀，把火腿腸切成薄片。這裡我們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約在1個硬幣的厚度就可以了，然後再切成均匀的細絲。火腿腸也是小朋友們特別喜歡吃的，但是我們這裡盡量的切均匀一些，這樣做出來的成品會更加的美觀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把清洗乾淨的木耳，我們把木耳切成細絲。木耳也不需要太多，一小把就可以了。全部切好以後，和火腿腸放在一起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蔥，我們直接把香蔥全部切成稍微短一點的蔥花。做湯類蔥花我們也稍微的多準備一些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我們再準備小把清洗乾淨的香菜。首先把香菜全部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全部切好，和香蔥放在一個盤中備用。時間差不多了，現在的西紅柿也已經浸泡好了，很輕鬆的就把外皮給扒下來了。吃完皮的西紅柿晶瑩剔透。接下來我們再來改下刀，首先把西紅柿对半切開，然後我們再切成薄片，然後轉過來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西紅柿丁。全部切好以後，放在提前準備好的碗中備用。現在的豆腐也已經完全的浸泡好了，泡出了很多的豆腥味。接下來我們就準備一個漏勺，把豆腐倒在漏勺裡面控乾水分。下面我們開始操作，起鍋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接着把西紅柿倒在鍋中。這裡我們可以小火煸炒，充分的把西紅柿炒出湯汁。
在炒西紅柿的時候，我們加入1勺食鹽，加入食鹽，西紅柿更容易炒出湯汁，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，大家也可以收藏起來。像視頻中這樣，大約翻炒1分鐘左右，充分的把西紅柿炒出湯汁。接着往鍋中加入1大碗的開水，這裡我們一定要加開水。接下來我們把準備好的豆腐也倒在鍋中，接着把切好的木耳絲和火腿腸也倒在裡面，稍微的翻拌一下，使其受液更均匀。接下來加入1大勺的生抽醬油，然後我們再加入1勺鸡精，接着加入少量的胡椒粉，充分的翻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接着我們往鍋中加入水淀粉，水淀粉一定要分2到3次加入，每加入1次，我們都用勺子稍微的推動一下，這樣可以防止澱粉粘鍋或者是結坨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花菜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接着把準備好的雞蛋液全部倒在鍋中，倒雞蛋液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呈線狀倒入，而且要轉角圈的倒入，這樣做出來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雞蛋我們煮制的時間不需要太長，不然的話雞蛋很容易老。有條件的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，一道營養又美味的雞蛋豆腐湯就這樣做好了。然後我們再加入切好的蔥花，接着準備一個大碗，把切好的香菜放在大碗中，然後把3鮮湯倒在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這樣做出來的3鮮湯，湯鮮味美，主要是操作還十分的簡單。如果你也喜歡，就趕緊收藏起來試試吧。今天的視頻如果對您有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、收藏、留言並轉發出去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